死亡搁浅2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在上一部暂时拯救了世界的11个月后，山姆带着 BB 洛躲到了远离新美国政府的美墨边境，在避难所外铺设了大量 BT 的全息投影以吓唬来犯者。如果不是一场意外，山姆很可能就这样将捡来的 BB 洛抚养长大，然后一起被时间遗忘，直到几万年或者几十万年后的第6次大灭绝。然而就是这一晚，一辆摩托雪亮的车灯刺穿了残酷的时间雨，黑衣骑手完全没被全息投影出来的假 BT 吓到，掏出雨伞识破了 BT， 也识破了避难所的伪装，油门一踩冲了上去，这也触发了避难所的警报。山姆赶紧安顿好诺，冲进厨房抄起刀来，不行，不够保险。山姆放下刀，赶紧拿出枪来，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天真的洛，枪声吓到他怎么办？于是洛又放下了枪，拿了口平底锅埋伏了起来。不过他也是紧张过头了，毕竟刚刚看到那把伞，就应该能猜到黑衣骑手的身份，当然是弗拉基尔。11个月了，他一直在找山姆，也不怪山姆多疑，毕竟弗拉基尔以前可不走门。原来弗拉基尔因为过度使用穿梭能力，患上了穿梭休克症，强行穿梭会有致命危险。不过他这次来倒不是来叙旧的，而是有份工作要交给山姆。死亡搁浅毕竟并没有结束，包括人类的生物圈依旧在走向大灭绝。山姆擅离职守，甩下一堆烂摊子后，跟亡人、洛克尼、新人这些过去的朋友分道扬镳。硬汉也不再是新美国的总统，而 APEC 公司旗下的运输机器人也取代了人类送货员，承担了开罗尔网络覆盖下的全部物流配送业务。于是弗拉基尔停掉了弗拉基尔速运公司，成立了全新的卓布里吉公司，招募拥有动姆斯体质者，继续在开罗尔网络覆盖之外提供人力配送服务。注意看卓布里吉公司 slogan 的最后一句话 For tomorrow， 为了明日。他这次来就是新美国委托卓布里吉将开罗尔网络拓展到墨西哥。至于为什么要外包给山姆，弗拉基尔说出的理由山姆根本无法拒绝，因为亡人在墨西哥建立了一个新的实验室，这一趟不仅能见到老朋友，而且实验室附近开罗尔物质浓度出现了异动，很可能有巨型 BT 出没。作为史上第一个打倒 BT 的人类的山姆，是最有可能救亡人一命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山姆自然不会拒绝，只是他去送货的这段时间，弗拉基尔得帮他照顾好洛。一切安排妥当后，山姆拿上弗拉基尔给的链接器，穿过被黄沙和风暴吞噬的美墨边境检查站，将墨西哥北部节点城连入了开罗尔网络。然而夜里山姆却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是一声婴儿啼哭，是洛。山姆赶紧把他抱起来哄着，可洛停止啼哭的瞬间却消失不见，手上只剩下黏腻的焦油。再一看，地面上留下了一串婴儿 BT 手印。山姆顺着看过去，海面上一个巨大的身影赫然出现，是亚美丽。他怀中抱着什么？山姆被突然惊醒，此时弗拉基尔抱着洛的全息投影通过开罗尔网络传了过来，确认洛安然无恙后，山姆便在能瞬间老化一切的时间雨中再次踏上了连接墨西哥的旅程。然而当山姆好不容易将亡人实验室连上后，却并没有见到亡人本人，直到夜里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醒。 It's been too long, Sam。过命的好友冲锋，一代结尾被洛治愈了肢体接触恐惧症的山姆扑上去就是个拥抱，可惜这只是亡人给他留的全息投影。亡人说他在这里还真有了新的大发现，过去没有人知道其他大陆的情况，直到某一天他们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道类似传送门的空间裂隙板块门，进一步发现板块门正是在山姆首次连接北美大陆时出现的，并随着开罗尔网络的拓展而进一步扩大。而根据板块门附近出现的有袋类动物推测，墨西哥的这道板块门连接的正是澳大利亚，也就是说北美洲并不是人类文明最后的堡垒。除此之外，亡人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说，只不过还没开口，实验室就被一阵类似地震的门阵袭击。凄厉的警报提醒山姆，那只巨型 BT来了。焦油颗粒剧烈的涌动中，一颗硕大的头颅浮出焦油面，头颅裂开，一道道肉芽般丑陋的触角从裂隙中滋生出来。一声恐怖的嘶吼中，巨大的吸力几乎要将山姆拖进 BT 口中。费了一点功夫，将这个丑陋头颅重新砸进焦油坑后，这些怨念亡灵便被超度成了一丛丛金色的凯罗尔晶体。但山姆心里真正惦记的还是亡人没说完的话，于是赶紧跑回实验室内，结果一问才知道洛有问题。洛的布里基因代号是 BB28， 但官方资料显示，真正的 BB28 早在4年前就被销毁了。不知什么原因，有人用从未出现在官方布里基因数据库中的洛冒充了已被销毁的 BB28，
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做的这一切？而洛的身世又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至于他自己，也是时候揭开他为什么不亲自来见山姆，而是留下这段全息投影的秘密了。王仁其实已经死了。长久以来，王仁这个诞生于人造子宫，身体哪个器官坏了就从尸体上取一个换上的人造人，一直以为自己没有灵魂，没有真正的出生，也不会有真正的死亡。于是在最近一次身体不行了后，再没有更换器官，悲伤地接受了死亡，或者应该说是消亡的结局。可他死后却发现自己居然去了只有灵魂才能拥有的冥滩。王仁活着的时候从没觉得自己活着，可死后却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真的活过，甚至在冥滩上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了在人间从未感受到的活着的感觉。留下这段全息投影只是为了跟山姆告别。看着他走进冥滩的影像，山姆伤心不已。弗拉吉尔也是此时才知道王仁去世的消息，他安慰山姆，如果王仁知道他把墨西哥连接上了，在那个世界也会很开心吧。经历了这么多，回家看看洛，他一定能像治好山姆的肢体接触恐惧症那样再次治愈山姆。然而就在山姆抵达美墨边境检查站时，几个人影从郊游坑中冒了出来。不对，眼前这几个居然是机甲。这群幽灵机甲从何而来？尽管山姆小心再小心，还是被犬型幽灵机甲给逮到。就在他们蜂拥而上冲山姆扑来时，一柄长刀突然出现，一名红色机甲武士几刀之下，仅一个呼吸就在赶来的幽灵机甲群中闪过。帅气收刀后，机甲们通通碎成了一地零件。他是谁？为什么要救山姆？就在山姆疑问时，50机甲却在地上画了个圈，转眼不见。揣着一肚子疑问的山姆赶回避难所，弗拉吉尔和洛都不见了。从现场来看，显然是有人袭击了避难所。山姆顺着脚印一路找过去，却只找到了晕倒在地的弗拉吉尔。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弗拉吉尔醒来后告诉山姆的却是一个他无法承受的答案。当时弗拉吉尔正照常在哄洛，系统突然检测到武装分子入侵。弗拉吉尔来不及多想，抱上洛就跑，赶在敌人之前跳进传货通道，逃到了地面，赶紧跳上了他的摩托车。然而一枚子弹还是从背后击中了他，弗拉吉尔死死护住怀中的洛，重重摔在了地上。随后他就看到了一个在如此明媚的太阳下都如此阴森的身影。弗拉吉尔顾不上自己的穿梭休克症，拼死穿了一把，可惜他只能带着装备穿梭。可洛在他心里并非物品，所以并没有跟他一起穿梭而去。当他再次穿梭回来时，那个阴森的神秘人已经走近并掏出了枪。情急之中，弗拉吉尔想最后试一次，看能不能只把洛传走。神秘人的枪响之后，弗拉吉尔是在一处冥滩上醒来的，耳边是洛的哭声。然而惊喜中的弗拉吉尔爬过去后，所有的惊喜都变成了无限的哀悼。洛的哭声渐渐停止了。小小的洛来到冥滩的唯一的原因是洛已经死了。弗拉基尔在自责没保护好洛，山姆就在痛苦中意外看到了噩梦中的小手印。是洛吗？手印一路通向了洛的育婴舱，似乎是一只小小的 BT 钻了进去。是洛吗？山姆抱起了育婴舱，除了嫩嫩的肉色变成了猴血色的黑灰，一切都像极了他们初见的场景。洛是山姆和妻子露西为还没出生就随着露西一起死于虚空逝灭的女儿起的名字，可见从被迫接手并叫他 BB 洛的那一刻起，山姆就对这个冒名顶替 BB28 的婴儿投射了大量感情，一起穿越北美的旅程，一起经历生死的冒险，互相照顾互相治愈的生活，都早已让山姆把她当成了自己那个未出生的女儿。可以想象山姆有多痛苦。此后他一遍遍重复着这个噩梦，是自己没保护好洛，是自己没救下洛。一次次的噩梦让他精神崩溃到一次次举起了枪，可因为自己的遣返者体质，每次死去冥滩都会活来人间。还有什么比求死不能更痛苦的吗？弗拉基尔对山姆的自我放逐看不下去了，抱起了装着 BT 洛的育婴舱，叫他跟自己走。山姆，来见见我的船员们吧。什么船员？什么船？山姆迎着阳光看去，焦油坑中一个巨大的物体拖着长长的焦油腾空而起，船壳上的焦油流尽后，卓布里级的标志浮现出来，这就是卓布里级最重要的资产，一艘可以在焦油流中航行的追踪舰 DHV 麦哲伦号。当它驶入焦油流中时，船上的所有人都会变成 BT 一般的灰白色。
DHV 麦哲伦号是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赞助人查理赞助的。至于船长焦油人的经历也可谓是传奇，倒不是说他指导过快乐的大脚、疯狂的麦克斯等等，而是当初他和儿子在麦哲伦号上的主要工作是追捕焦油深处的生物。这一天他们真的捕到了一头鲸鱼，儿子兴奋地冲下驾驶台，近距离看着这头焦油生物，看上去他似乎怀孕了。儿子大着胆子轻轻按了下鲸鱼的肚皮，结果留下了一个深陷的手印。当他们意识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鲸鱼身上突然出现几道金色的缝隙，眨眼间风平浪静的焦油面上风雨大作，而那几道缝隙中居然钻出一头，不对，是一大群 BT 像呕吐物一样涌了出来，黏腻的划过甲板，疯狂把焦油人的儿子拖向焦油流。焦油人赶紧冲过去，右手抓住了儿子，很快焦油流便吞没了儿子。但没关系，他的右手依然死死抓着儿子。可当一切风平浪静后，他才发现儿子和他的右手早已消失在焦油流中，不知飘去了哪里。事后只有一只焦油小猫飞到了他的肩膀，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右手的幻痛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依旧在抓着儿子。这次的事故意外让他获得了感知焦油流的能力，麦哲伦号就是全凭他对右手的感知，或者更应该说是他对儿子的爱来导航。还有这个偶人同样传奇，倒不是说他指导过勇往直前、契克等等，而是他的灵魂为何被困在木偶中。妻子死于一场门诊后，因为女儿的一再央求，他不得不带着女儿抱着他最爱的玩偶来妻子遇难的地方。他们还真找到了已经成了灵视者 BT 的妻子。女儿想给妈妈听一起听过的歌，可 BT 根本没认出女儿，嘶吼着扑了过来。灵视者没有视觉，只有听觉，于是偶人拼命踩烂了 MP3。然而为时已晚，灵视者已经召唤来了大量狩猎者 BT， 焦油迅速将父女两个吞噬。可门阵引发的岩石撞击着焦油流，竟然把一家三口推了回来。只不过女儿的灵魂被卡在了玩偶身上，于是偶人拼命地挤进玩偶，把女儿挤了出来前去往生，而他自己就永远地困在了玩偶中。目前麦哲伦号正在前往墨西哥板块门的路上，弗拉基尔希望山姆能从那里前往澳大利亚，因为将澳大利亚连入网络不仅是拯救世界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洛或许能跟上次美洲之旅那样再次治愈山姆。既然如此，山姆将因自己每次死去活来就会苍老一点而变白的头发重新染黑后，便带上BT 落的育婴舱和方便携带的偶人，准备前往板块门穿越去澳大利亚。然而就在他连接上 BT 落的一瞬间，一股记忆突袭而来。一代中我们知道了每次连接落时山姆看到的其实是他自己婴儿时的外部经历，那这一次零散混乱的经历碎片会是落的吗？当山姆赶到板块门时，黄沙中却出现了一个个焦油坑，一个个红衣幽灵机甲冒了出来，他们扛着一口巨大的红色棺材，像是去朝圣一般，沉默地走向了板块门。他们是谁？棺材里的是谁？他们要去澳大利亚干什么？一切暂时都一无所知。当他们消失在板块门中后，山姆也来到了板块门前，这道门像一面镜子映衬着两边的世界。就在两面镜子间如海洋般的空间里，山姆再一次看到了像极了之前朋友们来救他时的5个身影：洛克尼、王人、新人、弗拉基尔、硬汉，中间那个还蹲下来放下了一个很像育婴舱的东西。就在山姆还没想通时，一眨眼已经来到了门另一边的世界。澳大利亚到了，将澳大利亚板块门附近的终端连上开罗尔网络后，麦哲伦号也成功抵达了这里。弗拉基尔传来消息说，那个神秘的赞助人查理想见见他。结果呢，查理本人根本没来，而是控制这个人头模型打了个远程视频。看山姆信不过他，查理干脆换成了老朋友们的面孔和声线：洛克尼、王人、新人，最终换成了硬汉，说道：原来新美国已经废除了总统制，硬汉是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新美国总统制总统。私营公司 APEC 因其强大的配送能力，能高效地了解民意，于是被以委派之名接管了政府机构，而 APEC 的代表就是新制度下的总统。总统表扬了一番山姆在墨西哥的表现，他很清楚山姆担心连接澳大利亚是在帮新美国开疆拓土，于是总统直接明说，连接澳大利亚跟新美国还真没关系，就是他们 APEC 公司的决定。他们相信就像连接了北美后墨西哥就出现了板块门那样，一旦澳大利亚联网也会出现通往其他大洲的板块门，对 APEC 拓展生意大有裨益。只不过山姆很快就答应下来的原因是他恍惚中好像看见亚美丽正抱着洛，难道这次的旅程跟洛有关？出发后 BT 洛的记忆再次涌入脑海，这次清晰了很多，是一个男人握着枪用一条丝巾拼命按住了一个女人的伤口。他们是洛的亲生父母吗？连接上西部环境检测站后的记忆
碎片更加丰富，也得士兵冲进来打倒了持枪男人。而真正让山姆震惊的是，他看到了男人手上的烙印。山姆心里咯噔了一下，清醒了过来，但不管偶人问他怎么了，他都没说话。显然山姆肯定跟这段记忆碎片有关。揣着心事的山姆继续连接各处节点时，遇到了一个隐居在山里名叫星野源的音乐家。太好了，继北美之旅的 Pop Warriors Otono Nakade Kimi Osaka Shiteru， 我们又能听到情敌的歌声了呢。只是听完歌后抵达西堡节点城时，突然出现一片郊游海，剧烈的郊游涌动中，在墨西哥板块门见过了血点机甲们扶着那口红色的棺材涌了出来。棺材打开后，一个胸前也挂着育婴舱的人走了出来，像极了弗拉基尔和洛玉玺那晚的神秘阴森人。他的声音山姆一听就听出来了，刚要拔枪，却被神秘人闪现过来压住了枪口。Hello, Darcy。当然是西格斯。弗拉基尔饶了他一命，将他封闭在冥滩上，没想到他居然溜了出来，并且明说就是回来找山姆和弗拉基尔报仇的。他倒不是真的多想灭绝人类，只是想利用人类对灭绝的恐惧来控制全人类罢了。至于最后到底是山姆的合作模式还是他的暴力模式胜出，山姆你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吧。说罢，西格斯大手一挥，郊游海中一头巨型幽灵机甲克拉肯钻了出来，随后西格斯就狞笑着钻进棺材，消失在了郊游海中。恶战中山姆的弹药很快打空，幸亏其他玩家的小白人扔来的弹药支援，才让他艰难地放倒了这头巨兽，将西堡节点城连入网络。至于西格斯还能出来这事儿，弗拉基尔也很震惊。想起洛的死，弗拉基尔只恨自己当初在冥滩上心软了，就应该帮了西格斯这混蛋。山姆委托跟新美国关系不错的弗拉基尔帮他去查下能不能找到洛的资料。不久后，弗拉基尔真的有了发现。4年前，原本编号 BB28 的 BB 的确被销毁了，只不过有人批准了让洛重新使用 BB28 的编号。可如此大费周章隐瞒了洛的身世，为何又要派尸体处理队去处理掉洛呢？正是当时尸体处理队偶遇了山姆，车上的尸体引来了 BT， 阴差阳错下才让山姆捡到了洛。一切真的是巧合吗？弗拉基尔提醒山姆查下去未必是什么好事，否则西格斯不会这么煞费苦心的诱导他。但对于山姆来说，是不是陷阱都不重要了。那你得 know where to get from。艾尔森呢？下一站彩虹谷，弗拉基尔说有个朋友已经在那儿附近等着他了。山姆赶到时大雨倾盆，一个黄衣服的女孩打着伞，踩着轻快的舞步走在雨中，可她居然把手伸向了雨滴，甚至收起了伞，就这样在雨中随着音乐起舞。能老化一切的时间雨不仅对她毫无影响，正相反，一旦被他触碰到被时间雨老化的物体也会迅速恢复原样。跟他走进避难所后才发现，这个已有身孕的女孩叫小雨，跟麦哲伦号的船员们都是好朋友，跟弗拉基尔的关系更是明显不一般。在前往动物收容所时，天空中的火雨引发了澳大利亚山火，动物们在火焰中哀嚎着，是小雨呼唤天空中下起猛烈的跟时间雨效果完全相反，能修复一切的细雨扑灭了山火，拯救了森林中的动物们。可谁能想到呢？这一手唤雨的能力曾经是小雨最痛苦的源头。原来小雨无法控制这种能力，只要出现在室外就会引发大规模降雨，所以人人都厌恶他，甚至他父母就是最先将他赶出去的。亲人邻居全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猎巫人。无处可去的他加入了新美国的基因多样性保护计划，新美国想要他独特的基因延续下去，而他则希望生一个孩子来得到从未得到过的爱。然而怀孕7个月后妊娠停止了，他再次被厌恶，那些猎巫人甚至向他隆起的肚子扔石头。小雨想打回去，却被士兵制止，再次被赶了出去。小雨就像行尸走肉般走在雨中，想在大桥上了结自己的生命。可就在这时，一柄雨伞出现在头上，是弗拉基尔。他相信小雨并不是什么女巫，而是一剂拯救世界的解药。于是伸出了被西格斯强制淋雨后老化的手，真诚地邀请他来麦哲伦号上工作。他从未当小雨肚子里是个死胎，小心地打起伞说道，别让宝宝着凉了。小雨接过了伞，接过了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关心，从此加入了麦哲伦号。可以推测，弗拉基尔早已恢复的肌肤就是小雨帮他治好的。身为医生的郊游人也帮小雨查明白了，他肚子里的确不是死胎，
胎儿只是像时间停止了一样，被定格在了7个月大。以目前的技术，不管怎么取出宝宝，都只会导致宝宝夭折，他只能就这样卡在生与死之间，不进不退。不光是小雨，因为开罗尔网络无意中导致的名摊失衡，越来越多的孕妇患上了这种停产婴儿综合症，出生率一降再降。或许用不了多久，哪怕没有死亡搁浅，人类也会走向灭绝。这时查理突然冒出来说道，名摊失衡可能只是因为开罗尔网络连接不完全，如果将澳大利亚和其他大洲成功并网，或许能修复失衡，让胎儿们继续发育。真的吗？第二天山姆再次出发时，又看到了一段奇怪的记忆碎片，是一座深陷战火的小城，一个小男孩惊恐地呼喊着爸爸妈妈。这肯定不是山姆的记忆，当然也肯定不是洛的记忆，那是谁的？就在山姆即将抵达北部环境监测站时，一道郊游墙突然出现，山姆走近后，墙中一个郊游人在模仿着他，还给山姆点了个赞，看似毫无恶意，可下一秒拇指却突然向下，一大堆 BT 生生把山姆拖进了郊游墙中。等他醒来时，眼前这个死者的世界就是刚刚记忆片段中那座陷入战火的小城。礼花照亮的夜空中，一阵刺耳的摩托轰鸣，一队车手翘着车头飞奔了出来，在广场上围了个圈，圈子中的焦油锅都冒着泡，是一个被反绑了双手的骑手，骑手挣开绳索，头上蒙着一张沾满肮脏血污的丝巾，抹开后一张清秀的脸庞露了出来。他是谁？为何如此仇视的死死盯着山姆？他手下的骑手们纷纷摘下面罩，竟然是一具具骷髅，而他也将丝巾系在了前额，烟花映衬着他的脸，半人半鬼，向山姆杀了过来。一番激战后，山姆终于在教堂前击败了这个男人和手下骷髅兵。他还是这么死死地盯着山姆，只不过在他摘下那条丝巾后，军装变成了一副西装模样，跟记忆碎片中给女人捂伤口的男人一模一样。他嘀咕着一个名字，尼尔潘纳。山姆认识他和这个尼尔吗？不知道。看男人昏死过去，山姆走上前，没想到突然一发炮弹把他心飞了出去，男人不见了。可就在山姆起身时，又意外看到一个浑身血污的女孩被压在断壁残垣中，想要帮忙的山姆又被一架坠机炸飞。山姆只记得女孩不见了，棺缸的位置上只有一口金色的棺材。山姆是被一群袋獾给摇醒的，一条犬性幽灵机甲赶走了袋獾，跑过去啄开了金色棺材的外壳。山姆走上前一看，里面的女孩脸上涂着金色的油泥。山姆也没多想，扛着棺材回到了麦哲伦号上。焦油人和弗拉基尔见状，帮女孩切开了棺材，里面不停地流出焦油。可弗拉基尔帮女孩擦拭身体时才发现，根本不是棺材里装满了焦油，而是女孩身上这些如章鱼吸盘的痕迹中间伸出的那根尖刺，喷射出的焦油灌满了棺材。这些焦油甚至能穿透手套，直接老化了弗拉基尔的皮肤。什么情况？山姆醒来后，跟他们一起把 BT 一样悬浮着的女孩放下来。一番分析后，大家怀疑女孩就是在刚刚山姆跟神秘男作战的那个死者的世界中出生并长大的。他记不清自己的过去，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于是弗拉基尔用公司 slogan 最后的那个单词给他取名 Tomorrow， 明日。如果你认识明日的演员艾莉范宁，知道他第一部电影叫什么，演的什么角色的话，或许能发现一些暗示。不过这个我们暂且不提。明日醒来后跟大家的交流，还不如跟洛的隐生虫玩偶玩得多。没办法，只能慢慢来了。弗拉基尔和小雨留下来照顾他，山姆则继续踏上了连接澳洲之旅。不得不说，南部配送中心这个绰号金拳头的负责人听着就很猛。连上线一看，好家伙，马东锡啊，那确实猛。里面在小雨和弗拉基尔的照顾下，明日的情况也好了很多，还跟小雨学着唱起了歌。小姐俩唱的好好的，山姆没忍住也唱了一嘴。When just fallen man， 再次明白做兄弟是你，笑死！但万万没想到，弗拉基尔焦急通报明日不见了。山姆沿着他的脚印几乎跑遍了小半个西澳，结果只找到了他的外套。更惨的是，一群刀刃幽灵机甲也埋伏在这儿，山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眼瞅着山姆就要被活活卡死，机甲突然爆发出一阵令人压酸的金属挤压声，瞬间腐蚀老化成了一堆废铁。是明日，周围的幽灵机甲越来越多。明日不慌不忙地扎起头发，一脚踢开弗拉基尔教他穿的鞋子，在焦油中潜入浮出，蛟龙一般穿梭着，帅到爆炸。战斗
斗结束后，明日解开了头发，告诉了山姆自己为什么不辞而别。原来他无意间听到了麦哲伦号上的一个小会，逍遥人发现他依然可以通过郊游瀑布回到他本来的世界，说我们应该送他回去的。可能是小姑娘的倔强吧，尽管弗拉基尔、小雨、山姆都主张留下他，可他依旧一声不吭地下了船。他的确是在那个死者的世界长大的，可他对过去的一切都记不起来了。山姆捡起他的鞋子，劝他先回麦哲伦号。明日突然问山姆 ：“Tell me, am I really alive?" Oh, yeah. Of course you are. 山姆蹲下来帮明日把鞋子穿好。明日不想看大家再为了他的事儿争吵，说我好像没有家人，你有吗？山姆沉默了片刻，说道：现在没有了，我很想他们。回到船上时，小雨和普拉基尔早就在等他了。大家的争吵当然不是嫌弃他，而是出于对他的关心。你没有家人吗？没关系，我们就是。第二天出发时，连接上 BT 洛的鱼鹰舱又是记忆碎片。这次山姆清清楚楚地看到一枚烧红的笑脸吊坠，在那个小男孩手背上烫出了一个烙印。原来这是神秘斯金南小时候的记忆。可这时一个小女孩走上前来，抓住了童年斯金南的手。他又是谁？下一站是新人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装修风格跟在美国的一模一样。他也还跟以前一样，一遍遍的死去活来，只为能在冥滩上短暂停留的3分钟内找到逝去妻女的亡魂。只不过太多次的电击起搏，他的心脏已经不堪重负，肿大成了这般模样，随时可能坏死，让他真的死去。新人登上麦哲伦号后，告诉了大家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最近他收到一些奇怪的邮件，发件人居然是他自己。说起来，弗拉基尔也收到了一些署名新人的邮件，内容都是关于洛的，但问题是这些邮件根本就不是新人发的。他本以为是恶作剧，直到他最新收到的这封附件竟然是一些 BB 和开罗尔网络的最高机密文档。 BB 计划起源于第一次对脑死亡孕妇剖腹产引发的虚空世灭，很快就有研究表明这些婴儿跟冥滩有某种特殊联系，开罗尔网络就是基于这种联系实现的节点间通讯。如今连接器已经不需要人体催化，但当初的第一款每连接一个节点可都是需要类似电击那样牺牲一个母体脑死亡的婴儿。尽管亚美利在人间的实体布里吉特总统严禁故意造成孕妇脑死亡来制造 BB， 但布里吉斯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停手，而是从墨西哥偷运孕妇到美国，制造出10个 BB， 准备用来搭建最初的北美开罗尔网络。但重新研究山姆的北美之旅和邮件中的档案，新人发现只有9个 BB 被献祭进了网络，另外1个 BB 下落不明。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冒用 BB28编号的洛。那么问题来了，洛当初为什么没被献祭进网络？是不合适，还是另有所图？第二天山姆出发时，记忆碎片再次袭来，手上带笑脸烙印的斯金南，一个女人握着他的手问道：你运的是什么货物？碎片带来的疑问越来越多，想要解开只能继续送货。下一站母幼社区，这是一个由女性和儿童组成的自卫组织，创建者灵能助闪师的杜姆斯能力是用这2只右手不开刀手术直接从母体中取出胎儿。然而对于小雨这种停产婴儿综合症患者，他的杜姆斯能力却无能为力，婴儿被取出后哪怕立刻放回也会直接夭折。至于母幼社区的人为什么如此仇视山姆，误会了，是因为周围有座武器工厂正在源源不断武装着匪帮，他们实在是被骚扰怕了。山姆决定帮他们铲掉武器工厂，消灭了盘踞在工厂的幽灵机甲，炸毁了武器制造器。然而刚要离开，希格斯这混蛋又拖着自己的棺材来了。这一次山姆当场悲情，只能眼睁睁看他带着亚美丽的项链，抱着吉他唱起了 BB's Theme。 他终于摘下了面具，比过去更阴险更狡诈。原来他是故意在这儿散播武器的，就是为了把山姆引来。看他夺走了 BT 洛的育婴舱，山姆大声质问着是不是他杀死了洛。可没想到希格斯讥讽地嘲笑着，他居然拔出了自己的肠子捅进了山姆的身体。然而就在他得意洋洋时，一个身影瞬间斩杀了幽灵机甲们，是红武士一柄长刀单挑希格斯的吉他。希格斯仗着自己能瞬移，反复戏耍着红武士，而正是他这般拖大，让红武士抓住一个破绽，一刀砍断了他的手，再一刀2根小腿齐齐斩断。希格斯终于意识到红武士跟自己一样都不是活人，于是一个闪现消失不见。而红武士依旧没告诉山姆自己的身份，同样也消失不见。山姆很快便连接上了东堡节点城，然而那堵郊游墙再次出现，
这次山姆没有迟疑，直接接受了里面交由人的邀请，进入了王者世界。果不其然，斯金南和他的骷髅兵手下再次出现，在医院击退他们后，场景再次回到了那座斯金南小时候被烫出笑脸烙印、被小女孩拉起来的小城。再次将其击败后，山姆搜到了斯金南的识别卡，原来他就是尼尔潘纳。但问题是，山姆根本就不认识他呀！他一直保护的那个包中传出婴儿啼哭，山姆打开查看，里面居然是山姆老爹克里夫的那只象征着山姆的玩偶。什么意思？尼尔保护这玩意儿干嘛？醒来后跟大家一联络，又有了新发现。刚刚拼死拼活打了这么久，现实中其实只过了区区几秒而已。可以推测，尼尔所在的死者世界时间流速要远远大于现实世界。至于那张识别卡，则可以证明查理调查后发现，尼尔是布里吉斯跑墨西哥专线的特殊物品派送员。不过最重要的是，这张识别卡有有限的布里吉斯设施访问权限，其中一处还真跟山姆关系重大，那就是山姆去治疗肢体接触恐惧症，并因此跟心理咨询师妻子露西相识的医院。11年前医院毁于虚空世灭，身为前判者的山姆在那场灾难中活了下来。但猜在死者中除了怀孕的露西之外还有谁？没错，尼尔。这其中必有隐情。就在山姆艰难翻越雪山的旅程后，麦哲伦号上的众人终于有了大发现，又是一封署名新人的邮件。文档里清清楚楚记载着，尼尔跟山姆一样，也是露西的病人，甚至两人的照片看上去可不只是医患关系这么简单。既然如此，山姆也不得不公布了他跟养母妻子的合照上为什么要涂掉露西的原因了，因为露西亲口跟他坦白过 It was my child too scary。山姆立刻明白了，露西当时肚子里的是尼尔的孩子。这一点恐怕在他第一次看到尼尔手上的笑脸烙印时就意识到了，因为露西的掌心也有同款。固然如希格斯所言，还没查到底就查出如此苦涩的结果，那最终的真相，山姆真的能承受吗？更坏的消息是，弗拉基尔和交由人分析了武器工厂的数据，发现幽灵机甲的制作材料和运输路线都跟 APEC 使用的完全一致。希格斯很可能跟 APEC 暗中勾结。唯一的好消息是，那个从新美国搞来机密档案给大家发邮件过来的新人到底是谁？山姆终于找到了答案。弗拉基尔莫斯无意间发现了新人在梦游，于是山姆这天晚上还真抓到了这小子。是他梦游时乱发的吗？显然不可能，眼前这个笑成这样的并非新人。 It's me, your old pal, Dead Man. 原来新人的心脏不行了后，狼人临死前就把自己的心脏捐给了他备用。没想到这让被困冥滩的亡人灵魂可以趁新人每次去冥滩找妻你时假死的3分钟内暂时夺舍。此时澳大利亚连接率已经达到 75%。总统突然切换到加密频道说，他发现弗拉基尔等人怀疑幽灵机甲跟 APEC 有关联后，自己调查了一番，却发现是布里吉斯和新美国制造的幽灵机甲。他说自己还会继续调查，但请山姆务必不要把这事告诉其他人。与此同时，小雨因为胎儿的事情精神状况急转直下，众人没办法，只能送他来找灵能助产室。亲眼看到肚子里的宝宝安然无恙后，小雨是没事了，可灵能助产室却拉住了山姆。仔细检查了洛的育婴舱，结果意外发现洛其实是编号 BB00 的布里基鹰，内壁上清清楚楚记载着他的出生日期，就是11年前导致露西死亡的那场虚空失灭。当天小雨好点了后，为了给麦哲伦号加装武器系统，众人驾驶着麦哲伦号一起前往南堡节点城。然而出发后不久，麦哲伦号就开始剧烈颠簸，各处部件迅速失灵。弗拉基尔当机立断，命令立刻上浮。可他们这是到了哪儿呢？舱盖打开后，一个巨大的红色身影盘踞在麦哲伦号上。希格斯又来了，抱着他的破吉他闪现进驾驶舱，狞笑着劫持了弗拉基尔。显然人类世界中大家都不是他的对手，除了来自死者世界的明日。早就扎好头发的明日脱了鞋，迅速渐入战斗姿态，缠住了希格斯。希格斯身上的机甲迅速老化，连同双手都变成了焦油凝结碎裂。旋即明日跳上他的肩膀，就这么踩着飞身一跃，一脚把他踹翻在地。只可惜在这个世界无法真正杀死他，还咒骂了一声，逃进棺材，再次留着大吉。麦哲伦号遭受重创，山姆还得继续连接澳大利亚。于是弗拉基尔、小雨和明日决定3人组队出去寻找修复材料。山姆送他们出发后，也再次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在雪山奋战半天，终于将南堡节点城连接上线后，总统在公开频道道喜，说已经观察到了新板块门形成的迹象。但他旋即又切换到了加密频道，原来他跑去查了下查理的底，结果发现从没有人见过查理本人。因此他去追溯了资金来源，结果发现查理的资金源头竟然是山姆已经
去世的养母布里吉特。也就是说，弗拉基尔的主布里吉公司根本不是纯粹的私人公司，不管是山姆还是 APEC 都被他们耍了。山姆并未声张出去。此时亡人毒舍新人打来电话说道，他查明白了，真正代号 BB00 的洛最初其实是要被销毁的，是有人从中干预将他救了下来，并伪造了 BB0 的销毁门道。而这个人是谁呢？没错，布里吉特的本体，山姆的姐姐亚美丽。可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救洛呢？就在山姆将南部环境监测站连上线后，一回头，希格斯又抱着吉他冲了出来。遣返者杀不死又如何？他要的就是看着山姆在痛苦中死去，再被遣返，再被火焰粘上，再被烧死，再被遣返。当然肉体上的痛苦还不过瘾，他干脆挑开了山姆最不愿意面对的过去，露西背叛山姆还怀了孕的事。正当山姆处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时，一辆摩托碾过荒原飞驰而来，是弗拉基尔和明日。明日飞身跃起，坚硬的沙砾地面瞬间变成了流动的郊游，穿过郊游下冰冷的海水，明日直奔希格斯而来。背上不知道被希格斯如斧头般的吉他砍了多少下，好不容易闷了他一拳，可还是被他扯下了一缕头发。关键时刻，已经加装好武器系统的麦哲伦号岩猛烈开火，明摆着占不到便宜的希格斯攥着明日的头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再次转身消失不见。而山姆身上的火焰，明日的时间加速能力，无非只是让他一遍遍更快死去罢了。怎么办？就在这时，一滴雨落了下来，小雨操纵着等修复一切的新雨走了过来，倾盆的希望之雨迅速浇灭了山姆身上的火焰，将山姆救了过来。大家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感情，扑在山姆身上，在新雨的彩虹之中庆祝着山姆的归来。然而伤口痊愈后，还有个坏消息在等着山姆。鼻涕洛的育婴舱，不管他怎么呼唤都没有任何反应。偶人向山姆道歉，说鼻涕洛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那个育婴舱一直都是破的。山姆这一路能看到 BT 并不是育婴舱的功劳，而是偶人操纵着探测器让他看到的。他跟几个女孩的照片就是明证，他胸前的育婴舱是破的，里面空无一物。连接澳大利亚之旅其实就是朋友们为山姆准备的疗愈之旅，希望他能通过旅程接受洛已经死去的事实。但还是那句话，洛已经死去，但他并没有走远。Death can't tear us apart. We'll always be connected. Trust me, Sam. We'll always be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You will never ever be alone. 没有人能帮山姆，他必须自己接受现实，自己挺过去。将北部配送中心连接上线后，郊游人在附近发现了一道郊游墙，是时候去把11年前的事问个清楚了。这次的死者事件就是毁于导致露西死亡的那次虚空世灭的城市。被山姆击败后，尼尔疲惫地靠在地铁上点了支烟，可在火光中，他却突然看到了儿时的场景。他的确就是战火小城中跟父母走散的那个小男孩，被笑脸吊坠烫出烙印后，这一次我们终于看清了拉他起来的小女孩的脸。两个小朋友在教堂广场前被气浪掀飞，尼尔去拉女孩时，手背上的烙印也在小女孩的掌心烫出了同款。就在这时，一头或许是尼尔心中的恐惧所化的怪兽出现，他怂了，放开被压在断壁残垣下的女孩的手，就这么一跑了之。尼尔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摘下了脖子上的存储器，匆匆赶了出来。在推开山姆救了他一命后，尼尔自己却被砸中，他拼尽最后的力气将那条丝巾交给山姆，紧接着将存储器交给山姆，随后尼尔就不行了。在他断气之前，山姆赶紧进入了他的记忆。某一天，他因为心理问题走进了露西的医院，正常的治疗过后，露西终于忍不住拉过尼尔的手，展示了掌心的烙印。是的，露西就是小城中的女孩，而尼尔来接受心理治疗，是因为他不想再接公司的特殊物品派送单了。没错，尼尔就是布里吉斯从墨西哥偷运脑死亡孕妇的派送员，孕妇们肚子里的孩子被献祭，让他的精神备受煎熬。随着治疗的深入，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随后两人就发生了关系。额外多说一句，尼尔和露西的演员现实中是真的夫妻，但露西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尼尔的，而是山姆的。那他为什么要跟山姆撒谎？陷入爱河的尼尔根本不在乎。然后他就听到了世界上最让人心碎的几个字： I don't care if it's his baby or Carrie. 不是要右边 I love it, 尼尔。心碎的尼尔推门而去，
把一直保留的露西小时候的丝巾和笑脸吊坠留给了露西，记忆就此中断，尼尔的灵魂彻底往生。但既然这条丝巾后来兜兜转转又到了尼尔手上，那就说明这事儿肯定还没完。弗拉基尔仔细检查了存储器，里面是露西收集的布里吉斯献祭 BB 的罪证，以及他为什么要跟山姆撒谎。原来山姆作为前繁者以及世界上第一个 BB， 他的孩子如果也能成为 BB 的话，对布里吉斯而言显然有巨大的研究价值。露西就是为了保护孩子才不得不谎称孩子是尼尔的。此时警报响起，查理正在驾驶舱通报，通往最后一站中保节点城的路上出现了大批幽灵机甲。就在这时，一个老熟人再次杀到红武士，这次他终于不卖关子，拉开了拉链，竟然是王仁。他说要最后帮老公又一次，说罢便斩断了大桥，把生路给了山姆，自己独自面对幽灵机甲大军去了。终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中保节点城成功上线，当然希格斯也来了。眼看山姆又要落到下风，一条起重臂突然出现，直接把他夯到墙上，砸成2截。是弗拉基尔，他要完成之前在冥滩没完成的事儿，彻底了结这个疯子。弗拉基尔突然想起那一晚死于他枪下的洛，愤怒地抄起吉他，猛烈地轰击着希格斯。还不过瘾，干脆一吉他砸烂了他的脑袋。可现实中的希格斯又怎么会受伤呢？一个瞬移，再次不见。然而晚上山姆发现所有人都被迷晕了过去。是总统，他恭喜着山姆终于连接了澳大利亚，新的板块门如预期中生成。看来赐予希格斯力量的确能刺激你完成任务呀。山姆突然愣住，原来是总统将希格斯从冥滩放出来的，那些幽灵机甲也是 APEC 给他的。说完，总统身上爬出一只 BT 生物。原来总统并不是活人，甚至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4000个人的意志的集合。原来连接北美隐居的日子里，新美国又发生了一次虚空世灭，4000居民无一幸免。恰好运输机器人的数据中心也在爆炸的定居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4000个亡魂居然跟数据中心串融成了一体，一起搁浅在了冥滩上。拥有了强大计算能力且不生不灭的这4000个灵魂突然意识到，让全人类舍弃掉肉体，跟他们一样把灵魂上传到这里，不就能避免灭绝的命运了吗？于是他们才放出了希格斯，刺激山姆连接起了全世界。山姆当然不认同，还有一个人也不认同，是查理。他的身份到底是谁？查理说完绝不允许这一切发生后，唱着 BBC Theme 向提线木偶一起跳起舞来。霓虹闪烁中，他终于露出了真容。还是老熟人硬汉，怪不得麦哲伦号前面有个奇怪的 DHV 字样，根本不是深郊游追踪舰，而是硬汉舰的意思。从 APEC 委托洛克尼打造全新链接器时，硬汉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想连接全人类的意图，于是他劝洛克尼接下委托，只不过藏了个后门。这款连接器除了能连接全人类，还能切断系统跟王者的联系。一旦启动，4000亡魂想要借由开罗尔网络控制全人类的疯狂想法，自然就不可能实现了。至于几万年后的大灭绝，你又凭什么肯定人类在一代代繁衍中找不到出路呢？与其提前给自己判死刑，硬汉更愿意相信希望的力量。说罢，硬汉按下开关，总统和他背后的4000亡魂便与世界彻底断开了联系。就在这时，红武士也来了，对着众人就是一刀。王仁疯了吗？当然不是，来的人还是希格斯。趁众人不注意，希格斯直接用棺材再次封印了明日。原来希格斯早就知道 APEC 在利用他了，他不过是假意合作，实际上是想报复赐予了他力量又对他弃若敝屣的亚美丽。他想找到跟亚美丽有关系的人，进入亚美丽的冥滩，将其打造成取代亚美丽的全新灭绝体，重新加速大灭绝。山姆愣了一下，他跟亚美丽冥滩的关系早就断了呀。丁斯差点没笑出来，长刀一劈指向了明日。我说的不是你，是他。There man, he's your daughter。 在众人的震惊中，希格斯带着明日消失在了郊游中。谜题终于解开，明日就是洛。其实明日的演员艾莉范宁出演的第一部影片的角色就是《我是山姆》中山姆的女儿。某种意义上，小岛早就公布了答案。现在的问题是，希格斯带着明日去了亚美丽的冥滩，可原本用来定位亚美丽冥滩的项链和捕梦网都在他手上，还能通过什么物品定位呢？山姆突然想到了美墨边境的避难所，于是一路狂奔回家，找到了那张一家3口或者说4口的合照。新物有了，可还记得弗拉基尔的穿梭休克症吗？再使用穿梭能力，他很可能会休克。然而他愿意为了山姆，为了明日再试一次。在开罗尔过敏的泪水中，两人激吻着。待麦哲伦号抵达了亚美丽的冥滩，弗拉基尔真的休克了过去。此时大批 BT 围攻了上来，山姆必须下船去找希格斯。慢性弗拉基尔醒了过来。And remember,
I'll always be with you. 说罢，再次休克过去，委托医生酱油人和超强奶妈小雨照顾好他后，山姆便下船迎战去了。区海洋 BT 又怎么是麦哲伦号的舰炮的对手？可海面上风云异动，一头头巨人 BT 站了起来。原来山姆此前鏖战的巨型手掌 BT、巨型头颅 BT 不过是巨人身上的零件罢了。麦哲伦号迅速落入下风，只是亡人赶了过来，冲新人点了点头，跟他心意相通的新人立刻请求轰掉一个巨人的头颅。这是干嘛？再一看，亡人已经控制住了巨人的身体，跟新人一起抓起麦哲伦号举了起来。 DHB Magellan Integrate 巨人 BT 根本不是麦哲伦头巨人的对手，如此一来，山姆终于腾出手来直面希格斯。希格斯妖娆的絮叨着自己被封印在冥坛时如何的无聊，如何被4000亡魂找到，如何决定将计就计。说到底就一句话，没有人能阻挡他加速大灭绝的决心。在4000亡魂的数据墓碑上，两人展开了一番吉他对决，还不过瘾。希格斯干脆把吉他一分为二，以最原始的方式跟山姆互殴到力竭。战到酣时，谁能想到呢？两人直接开始查琴，最终看看是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倒下的当然是希格斯。可就在这时，天空开始崩塌，明日即将进化成希格斯梦寐以求的新灭绝体。火海炼狱中，他又变成了小时候洛的模样。如此巨大的降临王者的世界，希格斯嚣张地唱着 BBC Theme， 宣告着自己的胜利。可下一秒，洛直接把他捏下来给吃了，突出一个金色面具。希格斯大概是彻底无了。随着洛冲山姆点了个赞，所有的 BT 都停止了反抗，而洛也飞回了天边的缝隙。山姆看见的是亚美丽，而他身边则是抱着洛的弗拉吉尔。等等，弗拉吉尔怎么会是灰白色的？亚美丽再次给了弟弟或者养子山姆一个拥抱后，把他遣返回了人间，那里有最后的答案。这次的遣返不光只有山姆，他怀里是可爱的洛，没有导航，没有地图，父女两个就一直在苍茫中向着麦哲伦号的方向前进着，那里是他们的家。一起回到现实后，明日并无大碍，可大家却悲痛地告诉山姆，弗拉基尔在他下船去战斗后不久就去世了。不对，硬汉说，早在山姆回避难所找全家合照时，弗拉基尔就告诉大家，说自己其实已经死了很久了。原来遇袭的那一天，希格斯的枪瞄准的是他，枪响后，他的灵魂和肉体短暂分离，却意外实现了跟洛的共同穿梭。只不过靠的不是他的杜姆斯能力，而是洛让两人跟迷失的亡灵们相连，把他们传送到了王者的世界。他忽然意识到这里的亡灵们一定能照顾好他，于是灵魂便安心地接受了死亡。只不过山姆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王者世界的时间流速要远远快于生者世界，所以在灵魂与王者世界慢慢凋亡的时间里，他的肉体在生者的世界暂时还活着。这也是为什么遇袭现场没有洛，而再见时洛已经长大成了明日，以及山姆最后在王者世界见到灰白色的弗拉基尔的原因。弗拉基尔在遗言中安慰着山姆，过去的时光无法补偿，但这或许能让你更珍惜未来跟女儿在一起的时光。至于他自己，他知道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而山姆不会忘记他。This just sport. What will be with you? 至此，只剩最后一个悬念还没解开。就在搭乘麦哲伦号返回澳大利亚时，伙伴们一起再次进入了那片海，所有灵魂都进入了某种安宁。除了明日，他似乎看见了尼尔，也看见了最初的那个故事。尽管知道了露西爱的是山姆，但露西一说有急事，尼尔还是赶来了医院。露西恳求尼尔跟他一起宣布洛是尼尔的孩子，可以想象他是出于多么巨大的爱才答应下来。约好1周后带露西和洛去墨西哥，露西也是这时把存储器交给了他。1周后，尼尔如约而至，可两人还是被布里吉斯高层堵住。尼尔8枪威胁，没想到几个蠢货小兵还真敢开枪，子弹瞬间打穿了露西的胸膛。尼尔拼命用送露西的那条丝巾捂住伤口，哀求高层赶紧救露西一命。可他的哀求换来的却是谎言。士兵们的子弹扫过，尼尔倒下了，他没能保护好露西，露西没得到抢救，还是去世了，也没能保护好洛还是被布里吉斯抓走了。哎，不对呀，既然洛被抓走了，那场虚空世灭就不可能是他引起的，那是谁？原来11年前的那场虚空世灭是尼尔引起的。自责和悔恨让他的亡灵重返人间成了 BT， 他死后还想继续保护露西，于是一路向露西的停尸房找去。但 BT 和尸体接触是不会发生虚空世灭的，跟尼尔接触导致大爆炸的活人是谁呢？
是接到通知后来给露西收尸的山姆。尼尔太想保护露西了，一时间完全没意识到眼前的生者是山姆，就这么扑了上去，这才导致了那场虚空世灭。尼尔从没忘记对露西的承诺，在看到洛和弗拉基尔穿梭到了王者世界后，尼尔和他手下的骷髅士兵就承担起了照顾和抚养洛长大成明日的责任。所以当山姆闯入时，还是为了保护明日，尼尔才带着手下们跟山姆殊死搏斗，直到最后一丝灵魂湮灭前认出了山姆，才交出丝巾和存储器，放心的去了。死亡搁浅2的剧情简单来说，就是洛作为山姆这个遣返者的后代，极具研究价值。为了保护他，露西让尼尔谎称他才是洛的生父，带母女俩出逃，结果还没出门就被劫杀。洛被制成了编号00的 BB， 在姑姑亚美丽的干预下封存了起来，直到重新回到了山姆身边。经历了北美之旅后，还互不知身份的父女俩隐居在美墨边境。随后在山姆前往墨西哥时，4000亡魂把西格斯给放了出来。他本来就只想找弗拉基尔报仇，于是枪杀了弗拉基尔，导致弗拉基尔和洛一起穿梭到了王者世界。洛也被尼尔和亡魂们抚养长大。随后某次战斗中，西格斯无意间扯下了明日的一缕头发，发现了他跟山姆的关系，于是想出了让明日做新的灭绝体的计划。只不过因为在人间跟山姆、萧与弗拉基尔相处的时光，或许是让他对活着这个词有了全新的认识，或许是明白了希望的力量。最后关头，明日拒绝了成为新灭绝体，干掉西格斯后跟父亲山姆重返人间，最后父女相认。玩法上跟1代没有太大改变，甚至子弹时间的机制让战斗也变得简单了许多。故事上不像1代那样不停有诸如死亡搁浅、BTBB 等一大堆全新的高概念扔过来，让你一直处在还能这样的巨大震惊中。2代的故事并没有1代那么强的冲击力，交友人、偶人、小雨几个新角色的个人故事也远没有1代中王人、新人、洛克尼和马马那么丰满。只不过小岛的叙事轨迹一如既往的好，剧情前半段既在误导玩家洛是露西和尼尔的孩子，又埋饰了大量真相大白后会让你恍然大悟的钩子，铺垫的好，解开的也好。只是我个人感觉主题并没有1代那么深刻。小岛自述死亡搁浅的核心是他希望有一个类似开罗尔网络的东西，能把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可现实证明了，如今的世界看上去已经被互联网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可歧视和仇恨、倾轧和战争却越来越多，愈演愈烈。2代的剧情使他开始反思，在我看来，就是诸如像4000亡魂疯狂设想那样的终极连接，或者说过度连接，是不是同样有问题？一个集体意志并非那么值得我们信赖。人类还是应该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个体独立，而正是这种个体的多样性，或许才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有一个更好的明日。